大家好，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頻道。今天是2026年6月1號，也就是6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。歡迎大家進入直播間。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美東時間11點半開始了。等待大家進入直播間，幫忙確認聲音和頭像。好的，感謝新朋友幫忙確認。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標普。那麼今天這個標普在日線上，我們先看一下日線。日線上出現頂分型了。今天這個結構這個形態是出現頂分型的形態，但是出現頂分型，你要看它是一個中期的頂分型，還是說能夠固定下來回撤一筆，對吧？這是出現頂分型以後我們需要觀察的。那麼這裡我們需要觀察一下它的小周期、1小時次級別。那在次級別，也就是这個6316，這是起漲點 A 中樞、B 中樞、C 中樞。然後針對 C 中樞，這3個中樞高低點都沒有接觸，是一個趨勢上，3中樞趨勢上。那麼這個第3個 C 中樞，大 C 中樞的起漲點在733.68。那麼從733.68是什麼結構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今天剛好出現了一個第6浪或第6筆的回撤，因為今天這個最低點，目前的最低點在7562.61，剛好跌破了。這個是應該是上周五的低點7563，也就是說周線上1小時上剛好出現了一筆回落，剛好是跌破了上周五的低點之後，然後出現反彈。如果說你當時開盤的時候，如果說你在盯着這個情況的話，你說你應該怎麼操作，對吧？我們看一下5分鐘，一個簡單的5分鐘，我們看一下快速的，就是說做復盤的話。它剛好是你如果說在做那個日內交易，就做這種很短的交易的時候，這是前面這個結構，對吧？它是有中樞的。然後今天開盤剛好是跌破了前面這個7563，然後之後往回拉，就是你這個短線，你看到它往回拉的時候，就這個位置進去都趕趟，對吧？你起碼是這個區間，你是不會虧的。然後現在又開始上漲，說明你已經盈利了。所以說，它這個跌破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之後往回拉，這就是典型的用傳統理論分析的話，就是破底翻。所謂破底翻，就是這有一個區間，然後跌破了這個底，所謂有一個頸線，然後一個快速往回拉，這就是典型的破底翻的形態。那麼現在1小時上，我們看它是什麼結構？從這個733.36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現在走7。走1小時大 C 中樞的離開的第7筆，或者說，因為現在這個第7筆還沒有出現，如果說再次跌破7562的話，那就是第6筆的延續。那第6筆延續的話，如果說跌回到前面這裡有一個類中樞，我們之前講過，這裡有一個類中樞，對吧？用虛線畫的。如果說跌到這個區間裡面來，那其實就在這裡還可以再做中樞，也就是說 D 中樞，1小時上面的第4個中樞也可以。所以說往上走怎麼看，往下走到什麼位置需要注意。那我們在1小時上要多觀察。現在，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標普，我們簡單講一下。我們現在在看大家的這個提問。秦朋友問了一個 PLTR， 這個我看到你之前留言了，但是因為我在這個復盤裡面我講過，可能是我一般都是周6做這個復盤，然後你可能分这個留言的時候我沒有看到，所以說沒有辦法在周末給你做這個 Palantir 的分享。那麼你今天也問了，那我們就今天正好分析一下。我本來是計劃這個周末來分析的，但是你既然問了，那我們就剛好今天分析一下。那個 Palantir 的話，它是在周4、周52天大漲。周4漲了8%，周5漲了9%。這2天大漲，我簡單，因為你提完之後，我簡單看了一下這個消息面。因為之前Palantir其實是相對比較低迷的，它就沒有像這些 AI 相關的漲得這麼猛。
然後呢，因為它算是一個軍工股和一個 AI 的股，對吧？軍工可能偏多一點，但是因為中東戰爭也好，俄烏戰爭也好，都是，中東那邊基本上看着要結束了，俄烏那邊還在糾結，就是一個焦灼狀態。然後呢，帕蘭蒂爾現在也是受到一些 AI agent 的一些衝擊，但為什麼周四周五漲呢？我看一下新聞說是，川普又喊，喊单了。現在的这個股市挺有意思，就是川普有點像那個金手指，他說的一些股票，或者說他喊的一些東西，市場就有反應，也難怪，對吧？畢竟你要是總統的話，你也會知道一些很多內幕的東西。再加上最近好像也出了一些，尤其機構啊，出了一些13F 的報告。我不知道特朗普他們家族那個報告是不是也是13F 的。不論怎麼講吧，反正特朗普他說他看好這個公司，對吧？造成了周四周五2天的这個大漲。我看新聞是，或者說驅動它漲的因素是特朗普喊單了。那麼結構上我們看一下，這是看的結構是周線的結構，這裡其實是有一個中樞了。周線上高低點接觸掉了，那麼在大周期上，也就是在周線的起涨點在 5.92 一直漲到这個200多，对吧？那麼下面有一個周線大 A 中樞，這裡現在其實已經做成了周線大 B 中樞，現在是周線 B 中樞的嘗試離開，你也可以從最高點測一下它現在反彈的位置了，現在反彈快到 0.5 了，對吧？快到165了，它也可以到1175。如果說能有強度的突破 0.618 的話，那就可以微轉上去，再突破前高也可以。或者說我到了165，打個比方，到了 0.618 175這個位置再拉回來，繼續震也可以。或者說我上去了一個回落不回來，給個3買的上去也可以，对吧？這就是後期的幾種情況。那麼我們現在關注是什麼？就是這段這一筆結沒結束？這一筆不結束的話，它也不可能有回落；這筆不結束，它就繼續延續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賺的錢是什麼錢？我們賺的是走勢延續的錢。走勢不延續了，你做多不就虧錢嗎？對不對？所以我們要判斷的就是這個走勢延不延續。但是剛好我們看，現在我們關注重點其實就是一個 122.68 右側的。那麼這個 128.6 側剛好是一個什麼？剛好是個200天均，今天剛好頂到了200天均線，看到沒有？剛好頂到200天均線。如果說200天上不去的話，它會在這裡可能再回落一次，做一個中樞，可能可以再上，對吧？但是現在這個力度還可以表達的，尤其是周四周五2天，那麼這個 MACD 表達的還可以，对吧？張口张的挺大的，然後柱子長的伸長，但是短期是頂到200天了，所以說就看它，或者說看今天收盤吧。如果收盤還是壓在200天以下的話，那就看這個本周是不是要有一個回落，給你幾天回落，然後再上，還是說，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最後這一筆，我們先測一下這個等比例是不是有等比例的位置，就是 122.68 右側這3筆是不是有等比例？今天剛好是突破了等比例，就是我们看這個價格是多少？158剛好是這個123的3的等比例的位置。那麼今天是在這個等比例之上，那就看3天吧。一般傳統理論說，你是否有效站上某一個價格，需要3個交易日。那麼，按照這種理論的話，那我需要有3個交易日都在158之上，我才能說不背馳，就說這個3不背馳，跟前面這個第一段比較的話，對吧？那麼如果說纏論的話是怎麼比較呢？纏論說是有效站上一個位置是次級別衝上了某一個位置，然後還有一個次級別回落。那麼按照纏論的話，現在只是一個次級別上衝，還沒有次級別回踩呢。這是纏論跟傳統理論的區別。但是我們要看一下這段的這個次級別。那麼在1小時上，這裡明顯是做了一個中樞，對吧？明顯是做了一個中樞。但是我們如果說不跟蹤某一只股票的話，你是發现不了它的，因为它在這裡做中樞的時候，它一直趴在這裡，它不往上漲的時候，你很難發現它，除非你是手裡有它，或者說你每天在做復盤，你能發現它，要不然的話你是發现不了它的。這個位置它開始大漲的時候是可以往裡追的呀，因為它是做了2次回落之後的一個上漲。但是如果說你沒有它，或者說發現它的時候，可能已經在上面了，你可能只能追進去。所以說為什麼一直提醒大家看好的股票要長期做，
長期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成本降低，你才能夠拿得住它，要不然的話你是不敢進的，對不对？所以說現在，那麼既然1小時上它是做了一個什麼結構？進入段2次回檔做中枢，然後離開，明顯不背馳啊！就1小時上它的結構非常強，什麼時候1小時我再做出來第2個中樞，才可能結束這波上漲？所以說它1小時結構走得非常強。如果說有的話，當然可以繼續拿；如果說1小時有回落的話，那就大膽買，因為是3買針對下面這個。因為他想要拉回到這裡來的話，難度是比較大的，不是說不可能，但是只能说難度比較大。你也可以用這個黃金分割去測一下它潛在的回落的位置。如果說殺到0.5了，比如說一下回落到這兒就比較深了，對吧？就可能是稍微有一個回落，它可能是給你一個5根 K 線的一個回落，可能就能拉回去，因為它前期這段的力度是可以的。所以針對這個帕兰提尔的話，1小時上沒結束，那麼日線上又有希望繼續往上衝，如果有的話可以拿一拿，但是不要追漲，有回落買回落。我一直強調，我們一定不要追漲，你只要能做到不追漲，你的心態都會放在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態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帕蘭提爾。我們再看往下看，其他朋友的提問 ，Shirley 問了一個 ASTS， 就是這個做衛星通訊的，对吧？那麼衛星通訊的也是因為前面這波大漲，也是因為馬斯克這個 SpaceX， 因為要馬上上市了，對吧？因為這個 Starlink， 因為 SpaceX 裡面有包含 Starlink 的一些服務，所以這個也算是蹭了一波吧。我不知道他們的，我們之前說過他們的這個這個每個的體量，因為畢竟 SpaceX 可能是 Starlink。或者說這種衛星通訊行業，因為蘋果也有一點，這個手機也可以打衛星通訊，但是可能不能夠實時通話，只能發一些短信。但是這個 ASTS 的話，它可能在衛星通讯方面是比較厲害的。但是現在確實也漲得挺那啥了，對不對？然後這個133.68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最高點。所以說在周線上的話，我们看，雖然說呀，這個周線上是2中樞上，但是這個已經打了一個高點了。而且它是一個，它這個結構是飽滿的。首先來說，這個周線上結構是飽滿的，2個中樞雖然說高低點有接觸，但是不影響我們分析，相當於一個雙子星吧，類似一個雙子星的一個結構，2個中樞，然後還打了一個高點，但是打了高點之後 ，MACD 並沒有出現新高，對吧？起碼這一筆就這3筆起碼是背馳的。最後這個周線上這3筆的只是有背馳的。如果說它換成一個什麼結構，換成一個這裡如果說回落5根的話，也就是說那就變成了前面這裡可以結束了，然後可能走一個反向的一個3段大周期上，所以這裡要小心它如果說出現這種結構的話。那麼再回到日線上，如果說我們需要假設現在133.86就是一個潛在的這個最高點了，或者說短期的一個高點。那麼它現在，因為它的左側133.14，我把這個價格在133.86這個左側可以結束了。之所以這麼假設的原因，是因為它是在大周期上出現了這種結構，然後又打了高點，現在可以假設這裡結束了。但是我們只是假設它結束，假設它這個結束，我們需要用小周期的這種有這些交易痕跡來確認。對吧？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怎麼叫小心求證呢？就是首先它這個跌的，你看它這個在這個是5月29號這天出現了一個暴跌，可能是因為跟這個這個叫什麼藍色起源吧，還是叫什麼來的那個公司，他們公司的這個火箭發射爆炸了是吧？然後造成了跟它相關的很多股票都出現了一個下跌。那麼如果說這裡要只是一個技術段的話，就是說這個要從133.86走一個右側走一個走勢類型的話，我起碼也要3段，甚至走一個5段，或者說我要給一個帶2次反彈帶中樞帶2個中枢，对吧？我们現在假設是這種情況，那麼這段要走得很急，這裡要走得很急，有可能是直接一筆就踩到這個120天去，直接一筆就踩到這裡，對吧？所以現在已經回落了多少？我們看一下，已經回落了20%以上了。所以首先不要撈，不要補倉。首先不要補倉，因為它現在跌得很急。說跌得急，說明它這個那個動能強。
所以首先不要補。那麼什么时候補呢？就是起碼要这个，比如说踩到180天上，或者說我起碼要回落夠1筆，或者說它的小周期上1小時上我有一個3折，1小時上有一個5折的時候，我再買再補。如果說你想買的話，所以說這種動能很強的帶跳空缺口的這種向下的時候，首先不要着急補。那麼你是想建倉對吧？那麼我建議是踩到120天的時候，但是好像馬斯克的公司這個 SpaceX 6月12號上市，也就是下禮拜五，下周五它上市，看它上市之前吧，能不能夠企穩在某一個位置。但是我現在建議是先不要着急補，然後我們也可以簡單的用這個 MACD 測一下前面這裡的這段漲，對吧？它現在快到 0.5 了，也就是100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整數寬口，踩到100附近吧，我建議是等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踩到100附近，給一個底分型，然後你再開始稍微買一點，看它能不能夠再微轉，或者說在這裡做中樞。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一個建議。58499朋友問了一個 CoreWeave， 那今天我發現也是 CoreWeave 這些，不知道是因為英偉達這個周末出了一個重磅的消息，對吧？要跟這個微軟一起玩，要做這個叫什麼？它的原話好像叫重構 PC， 然後造成了這些相關的這些公司啊、雲計算的呀都開始上漲，對吧？你是回調哪裡能買這個 CoreWeave 是吧？那麼你這些位置有沒有進？這些底分型這些位置有沒有進？那現在又漲上來了，對吧？就不太那什麼了。我們看一下它現在的結構，這是我們之前分析過的。現在我看的周期是周線上，那麼它的月線上其實是，我們看一下裸 K， 月線上其實是一筆下一筆上，這裡有一個月線大二買，然後月線上也的反彈也夠一筆了。我們再看一下周線，那麼周線上是一個剛好也構成了3段。我們把這個月線上這一筆給它拽過來，就是說它可能沒結束。那麼周線上做了一個中樞，周線上就是月線的這一段，就所有的這些是月線上的一筆。那麼它在周線上做了一個中樞，也不是中樞吧，這段沒出來，也就是說它在周線上做了一個1、2、3，對吧？它其實現在處於一個中陰段。我看現在在那個提問的朋友應該都是經常來的，中陰段、中陰狀態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了，我就不再繼續解釋什麼叫中陰狀態了。那麼它在周線上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，也就是說它兩個方向沒有方向，其實這裡有一個區間，對吧？它需要選方向，繼續往上走，就是再次突破138的話，就是這段上漲延續。如果說跌破94.82的話，就是下跌一筆形成，對吧？所以說它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。那麼你就要分析了。這段中陰狀態，它更可能往哪兒走，這就是你要面對的問題。那麼這個我高量的這段結構很清晰，7漲點67.15，進入段2次回檔做中樞，然後又上去了。那麼今天剛好也是頂到了這個中樞的上沿的位置124.96，對吧？那麼這個 MACD 也是拉到0軸這裡，如果說這個張口能張開的話，就厲害了。看它的 MACD 這個正好在0軸啟動，或者說有可能要在0軸啟動，那麼如果能起來的話，這就有希望打出去，走離開段，那就變成了進入段2次回檔走離開，對吧？現在可以這麼計劃，或者說可以這麼先假設着，那麼你就要分析這個離開段，也就是這一段的內部。雖然說今天是頂到了周線這個日線這個小中樞的上沿，但是今天呢已經漲了13%點多了，力度很強，說明什麼？我們簡單從日線上，現在看的周期是日線，我簡單從日線上我就知道，這裡有一個小中樞，這裡有進入段，這個離開小 B 段不背馳，對吧？這就是我教大家簡單的方法，不用每次都降低周期，你簡單看的話就知道，又帶跳空缺口，又是大漲，肯定是小周期裡面這個不背馳啊。那麼我們再看一下1小時，確認一下。明顯這結構非常簡單，但是結構簡單，但是漲起來了你就想追，那就是問題，而是在它2次回檔的時候你進，而不是現在追。但是現在已經這個不背馳啊，
对吧？离開段不背馳又是這麼強的一個表達 MACD， 大張口，柱子長度，什麼時候能進呢？你要想買的話，只能是這段有回落的時候，你買這個位置，買300，就是它針對這個小中樞是300，然後你看它是不是微轉，還是說我在這裡做中樞？就是說能給你的建議就是等待1小時上有回落，等待耐心等回落，不要追，不要追。然後具體哪個回落的話，因為它现在這個小中樞的離開沒結束，沒有辦法判斷，你只能假設到了某一個位置它停了，然後你去黃金分割看一下是0.382啊、0.5啊還是0.618呀，對吧？具體的話需要後期跟蹤，但是這段肯定是沒走完。我正在看尾號7667朋友問了一個 FORM Form Factor。這個我們分析過，上次分析過呀。今天價格回到回補5月19號缺口，是否可以建倉？我之前分析的時候就說了呀，它這裡有可能要走這個159的這裡的周線的一個回落，可能要再次跌破這個112.31。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給你分析的，應該也是你提問的吧？我的當時的建議就是耐心等待它能到等比例的位置110。那現在回落够一笔了，然後這個又是带缺口的往下走，力度太強。如果說這個張口 MACD 張口直接往下砸的話，那可能要去120天了。也就是說不背馳，就是說這有進入段有離開段，離開段不背馳，可能就要去120天。120天可能給你一個反彈，然後再來一個打個3折，甚至是打個5折，然後做2個中樞，對吧？所以現在這個沒有任何停頓的跡象，那你就要謹慎一點。所以說你要想建倉的話，我肯定是不建議建倉，連底分型都沒有，怎麼建倉？這裡起碼再等一天出現底分型你才有依據建倉，你都沒有依據怎麼建倉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進出是有明確信號的時候才動，不是說跌不動了我就進，跌不動不是你進場的依據。我們再往下看。Palantir 跟軟件股一起漲，對。然後 Lily 朋友問了 Netflix 是不是上周我們也分析了？我當時建議是可以這裡可以近一點，但是也是它現在就是弱。它之前是因為這個收購的那個事兒，它被有點錯殺了，對吧？這段下來。是這個收購施泰華納還是收購什麼玩意兒被錯殺了，然後跌得很這段不知道你當時有沒有進？現在又這個又不收購了，那又回去了，對吧？但是現在它就弱嘛，它現在不知道能不能這個 AI 相關的這個技術對他們的業務呀，還是說什麼玩意兒能不能有一些正面的這個影響？現在看不到。但是它現在是在做周線的這筆回落，就是之前這個錯殺之後的一個回落。那如果說再次跌破這個的話，那就可能要打個3折，123，就大周期的一個回落。但是它日線上現在看着是，就是從108.95這段好像下跌，好像跌不動了，就是我剛才說的那跌不动。所以說，如果说但是這種基本面沒有太大問題的，但是又不是熱點的這種，你就只能一點點買了，就是不做止損。對這種的話就不做止損。那麼就感覺差不多了，弱了就先買一點，對吧？然後它再往下走就是网格交易，這種就只能做网格交易，不能夠说你要是说纯用技術面的話，它不動；用技術面的話，它的波動非常小，你是打不出來差價的。所以這種的話，波動小的，但是基本面也沒有太大問題的，你又看好的，那就用网格交易法。如果說出現底分型，當然也可以，对吧？出现底分型了，我買個10%、20%的。如果說下來了，我再買，只能這麼交易。現在就是弱。Shirley 問這個在 SpaceX 上之前能不能有一波是吧？那這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再起來一波。這誰都知道，機構炒不炒我們也不知道啊，對吧？我們只能跟隨，我們是應對，就是市场的合力，我们是關注的是合力表達，然後合力先動，我們不搶，尤其是買入的時候不要搶，賣出的時候可以稍微搶一點搶跑，
買入的時候不要搶跑，是機構先动，机構進了我們再進。很多时候，比如说我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 ServiceNow， 当时我们分析在这儿分析的时候，我的建議就不要動，你不要搶跑。什麼時候出現明顯的這個，比如說某一天出現一個大幅的這個上漲的時候，你再進就來得及。在這個5月14號上漲了 3.96%， 在5月15號上漲了 5%， 你這兩天進都來得及呀。機構動了你再買，你這後面都能吃到啊。它機構不動，你先進，你埋伏沒有意義呀，對吧？浪費時間，而且你還不保證它在這裡橫再往下走，對不對？所以看好的公司沒有問題，但是不要着急往裡進，尤其是這個買的時候。好的，大家的提問基本上只有這些。那麼，其實今天這個，我們還有4分鐘時間，大家可以如果想問的，還可以再問1-2個，我們可以再分析一下。如果說沒有想問的話，我們再回到頭看一下標普現在是個什麼情況。1小時還在往上走，5分鐘上是出來了個123，5分鐘上走了一個123，5分鐘走了一個123，現在是可能是在這裡做中樞，看到它能不能再往上走。好，Lily再問一個 Robinhood 是吧？今天我看到比特幣有一個消息，當然了，是這個 MicroStrategy 他們開始賣比特幣了。今天有一個消息出來，是，你看他 Twisted 賣了一些比特幣，他是要籌錢呢，不知道還要幹什麼玩意兒，造成了比特幣啊跟相關的都有點回落。我們看一下 Robinhood， 那麼 Robinhood 也是之前想打造成一個比特幣交易平台嘛，你這個想建倉是吧？我們看一下，它就是在，這就是我之前說的那種例子，就是它在下面沒有動的時候，你就不要先進，但是動了的時候，你一定要跟得上啊。在這個5月28號漲了11%呀，5月28號漲了11%，我不知道是什麼消息刺激的，這多明顯的一個啟動啊！我們之前說好像忘了是當時有一個朋友是在某一個位置買，可能我當時提過這個，我說不要往裡搶，等待它明顯動能顯現的時候再進。明顯多頭，你想做多的話，明顯多頭出來的時候，你再跟都來得及，對吧？就這段明顯是一個弱，我們看一下當時當下它到底是出現了個什麼情況，為什麼它能夠出現一個逆轉？這段就是在日線上那一筆嘛，然後在1小時上，它這裡做了一個123嘛，給了一個2買，然後就是出現一個快速上拉。出現這種快速上拉的時候，你如果說一直盯着它的話，你看它的節奏明顯有區別，前面都是一點點慢慢的往下跌，然後突然這根 K 線一個大漲，你就明顯是有問題嘛，就是多頭出現了，又是從0軸往上拉上來的。雖然說我們現在做復盤，看上去是簡單，該買該賣，但是其實這你如果說熟悉了它的節奏，你天天盯它，或者說做復盤發現這種節奏有這樣，突然某一天變化了。這就是節奏的變化，從一個慢慢的陰跌的一個狀態，突然一天往上走的時候，這就是它的一個變化。你要在第一時間內進去，因為它這個位置最好啊。它剛出現苗頭的時候，你進是不是最好？即使是說我拉到前面這個高點，然後再下來了，那這段的利潤是有的呀，也比你乾看着強，對吧？所以我一直強調，大週期的時候要去看模型，我的在模型裡面所處的位置跟模型比較。目的是我要找方向，但是在小週期的時候就不能去盯模型，要盯動能轉換。比如說5分鐘這種動能轉換的時候，我們看這個特別明顯的一個動能轉換。看這段，這就是那個在1小時上它那個大漲，這是前面這個區間，它一直沒有突破這個區間，而且都是很小陰小陽線的，這裡這個震盪，突然這一天一個快速。砸到這個中樞下面，然後一個回拉，這就是讓你嚴重關注的。你就在這個2次回盪的時候，明顯1分鐘上有一個小中樞，就應該買呀，因為它前面這裡給你強勢表達了，它很快突破了前面這個動能區間的時候，你就應該進。
所以小周期多關注動能轉換，什麼時候從一個弱勢震盪變成一個多頭要進場到拉升，對吧？我記得忘了禪師也總結過，這個走勢類型不是震盪就是單邊，不是震盪就是單邊，它震盪到一個程度了，它就要單邊往上走。所以我們要抓住这個，你这個追可能不需要追，因為它還要給你2次小周期，給你有2次回檔的，對吧？你可以買這個2次回檔啊，所以說不需要追漲。我這個出現了明顯信號了，我在這裡進都來得及。所以這個，但是現在已經都出來了，它現在完全是這樣的一個結構，這裡是有一個中樞了，也就是說從63.52這裡是有一個中樞的，2次有中樞，然後現在往上走，但是這個現在整體狀態還可以。首先不要追，我現在沒有辦法讓你去追，對吧？它完全可以走到120天再停頓，那麼它可以去做一個這個擴展，哎，剛好等比例也在200天103，但是你覺得啊，從91到103也有空間呢？很多人會這麼想，也有10%以上的空間呢，但是它周期小啊，你這個就不能保證它，雖然有的，這只是你在測的時候有可能到這個位置，而不是說你一定能保證它有這個位置，所以說不能夠說啊，我上面也有空。但如果说真的想追的話，就只能用最小的倉位往裡進，可能只能進個1%、2%、5%以下的倉位往裡跟一跟。如果說還想吃這10%的空間的話，雖然說時間到了，但是我們最後再分析一個，畢竟很多人也不經常來，對吧？我們今天最後再多分析一個 DXYZ 就結束。DXYZ 也是跟這個，因為這個公司也挺逗，它是一個其實類似一個私募，然後類似一個基金，它是買了很多，比如說 SpaceX、Anthropic、什麼 OpenAI 這些原始股，就是早期投資的。然後這個然後它成了這麼個基金上市的。之前我們也是群裡面好多朋友問，沒有群，我就是說頻道裡面有朋友問，之前這個有其他人也問。那麼現在它是一個之前這裡衝下來一波，然後又上去了，就是其實是出現了一個盤整背馳，也就是說從這個23.81這段的內部是出現了一個小周期的有盤整背馳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衝高的時候賣一些減一些，但是你現在只是說他並沒有問怎麼想操作也好，或者怎樣也好，想建倉也好，那我們就只能簡單的大範圍的講一下。畢竟馬上 SpaceX 要上市了，然後 Anthropic、OpenAI 都可能有計劃要上市。我其實之前給這個可能 Derek 問過這個，我的建議，因為它的成本很低的，20幾的成本，對吧？他就問想在那裡全部出清，但是我其實對他的建議是留一點底倉，零成本的底倉，或者說負成本的底倉，然後讓他自己去跑去，可以留一點，畢竟這個像那個 Anthropic 什麼 OpenAI 還沒上市呢，但是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高位減掉。那麼現在這個回落的話，針對它的話是一個潛在的一個3買，我們看一下測一下到什麼位置了。現在剛好是到了 0.5 的位置，對吧？但是現在底分型也沒出來，但是回落已經夠一筆了。如果說想買的話，那肯定要繼續再等一等，它甚至可以踩到 0.618 的。甚至跌破再回来，那就是最差了。所以你一追漲這種票，就是它的波動非常大。在这個5月26號是跌了 9%， 然後第二天是跌了 11%， 所以你一旦追漲就會心態會非常壞。雖然說它基本面沒有問題，大週期，比如說放個3-5年沒有問題，但是短期你說你如果說去追漲的話，就短期就會面臨 35% 的一個損失啊。這個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肯定很容易擱在下面，所以即使追的話，你也要用，就是你拿不準就用一點倉位來玩也行，控制好倉位。但是這個的話，就是什麼時候有底分型了，或者說什麼時候它的內部就這段現在跌太狠，跌得太快，什麼時候它的內部給你一個3折，就是現在是日線吧，那麼它的1小時有3折有5折的時候，你再考慮進都來得及。所以針對這種波動大的，一定要注意風險。還有一位朋友問了一個其他票，但是因為時間已經到了，沒有辦法再分析了。那我們今天就只能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的參與，我們下次再見。